夜半三更，当你熟睡的时候，你的床下爬出了一个陌生人，用你的牙刷刷牙，用你的毛巾洗澡，之后还会抱着你入睡，这是一种什么体验？女主小敏这几天一直感觉自己的睡眠严重不足，每天早上头都会晕晕的，这让独居且缺乏安全感的她感到了一丝的不正常。于是她在家里面摆放了男人的内裤、鞋子，伪装成并不是自己居住的样子。然而这样的做法却加重了诡异的事情发生。今天在看电影的时候，我一直有个问题想问大家：你们的床下是实心的还是可以藏人的呢？评论区告诉我哈。小敏细心的发现自己的牙刷好像被人用过，盖好的马桶盖也被打开，甚至连冰箱的牛奶好像也少了很多。更恐怖的是，夜晚刚刚要睡下，门锁却被人疯狂的转动。可从猫眼看去，却根本没有人。他小心地打开门，发现了一个烟头，于是不安的他便报了警。而警方却告知对方没有进到家中，只是敲门就离开了。仅凭烟头是无法立案的，很可能是有人喝醉敲错了门。小敏只好回去继续睡觉。可就当他刚刚睡着时，身后浴室的门开了，一个身影一闪而过。第二天上班，小敏向管理员询问能否查看楼内的监控录像，管理员告知可以，但因为要上班的缘故，小敏说等休息的时候再来。而在上班时，倒霉的事情接踵而来，一个脾气怪异的男人居然觉得小敏看不起他，于是想要提出约会，还在大厅里大喊。所有人的目光一下被吸引了过来。就当小敏不知所措时，科长及时的给他解了围。可让小敏没想到的是，在他下班回家等公车时，那个怪异的男人再次出现，还强行拉着他的手，硬是要去喝杯咖啡。好在这时科长再次的出现，赶走了怪异男子，送小敏回了家。回到家中的小敏发现家中居然停电了。就当他想要看看怎么回事的时候，身后突然传出了敲门的声音。独居的女主小敏在晚上回到家中，发现停电后，刚刚想要查看情况，身后却突然响起了敲门声。她小心地走到门口，透过猫眼看去，原来是科长。小敏打开门，科长解释道，原来是小敏的钱包遗落在了车上，科长是来给她送钱包的。看到家中停电，科长好心地帮忙查看，只见他十分熟悉地找到了电闸，把电修好。随后对小敏说道，想去下洗手间。女人想到自己摆放的男人衣物，赶忙进去先收拾一下，可却发现马桶的盖子被打开了，但自己明明记得走的时候是盖好的。多疑的小敏忽然想到了什么，看着洗手的科长问道，你是怎么知道我的房间号的？科长沉默了，一时回答不上来。见此，女主赶忙冲下楼叫来了警察。可就当门被打开的瞬间，看到的却是科长已经被杀害了。随后小敏被带到了警局，可发生的种种情况让警察怀疑到小敏就是凶手，她是故意贼喊捉贼。但女主自己却知道这根本不可能。更让她崩溃的是，她的怀疑应验了，房间里真的还有第三个人。可现在连警察也在怀疑自己，还有谁能帮忙呢？随后因为证据不足的原因，小敏暂时被释放了。回到家的小敏为了安全，她决定搬家。可没想到就在她清理房间时，在柜子底下居然发现了一张门卡，而且还是同一栋楼的。看着这张门卡，小敏心中有了个猜想，她拿着门卡一层层一户户的去试，果然在7楼门被打开了。小敏鼓起勇气的走进去，发现这里到处都是灰尘，应该是很久没人住过了。四处查看，最后在桌子上发现了这家的主人，也是一个独居的女子，名叫江成慧。看着桌上的照片，小敏想到这肯定和自己家中的第三个人有关，于是她找来了自己的好闺蜜，一起调查下这个叫做江成慧的女孩。两人找到电话号码，但打过去之后却没人接听。随后二人又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，每周六的下午1点钟，这个江成慧都会在便利店消费固定的金额3200元。于是两人决定守株待兔。果然1点钟的时候，一个戴帽子的女人消费了3200，两人随后偷偷的跟了上去，但一条岔路却拦住了二人，于是只好分开行动。而小敏发现了一间诡异的房子，她大着胆子走了进去。更让她感到可怕的是，房门上的锁居然和自己家的一模一样。小敏试着尝试了几次密码，但都不对。就当她正要离开时，忽然想起了自己家新改的密码，于是她走回去又试了一次，然而这次门居然开了。面对着门内的场景，小敏傻了眼，只见一个女人被捆在床上，手臂上还被插着输液管。见此，刚想要报警的小敏忽然听见有脚步声接近，赶忙躲在了床下，听着进来男人的自说自话。小敏确定到这个被绑的女人就是江成慧。看准时机，小敏偷偷躲在了柜子后。然而让她更恐怖的是，她看到了女孩的两腿居然被锯断了。就当她吓得想要离开时，手机忽然响了起来，身后传来了男人的声音，
小敏被吓破了胆，慌忙逃走，可复杂的地形让她还是没能逃脱。男人很快追了上来，而这里环境也是很偏僻，任她如何呼救也没有人来。而就当她躲在了一处废弃的仓库时，男人还是找了过来。千钧一发之时，闺蜜推着小推车撞倒了男人，而警车也及时赶到，两人这才幸免于难。经过排查和小敏提供的线索，警方锁定到男人是戴着老式手表，而且发现了江成慧的尸体，而手中还拿着小敏的名片，所以之前收到过小敏名片的怪异男子成了第一嫌疑人。可就在小敏搬家后的第一天，她收到了一个快递，里面居然是自己遗落的手机。而这时闺蜜发来了视频电话，接通后却是见到了画面中的一个诡异男子在闺蜜家中。而这时闺蜜也回到了家，小敏见此急忙跑去想要拯救闺蜜。而就在这时，那天的怪异男子为了报复小敏，强行的想要带走她，幸好警察的及时到来制止了他的行为。随后打开门的小敏看到了闺蜜，将她送往了医院，而警察也送给了小敏一个摄像头。回到家中的小敏将摄像头安装好，就当以为这一切终于结束的时候，小敏接到了警察的电话，怪异男子金基正并不是杀害江成慧的凶手。此时的小敏想起了前几天安装的摄像头，看起了监控的画面，可这一看却让她吓破了胆。只见画面中之前楼下的管理员像是进入自家一样，随后躲在了自己的床下，而小敏此时也明白了凶手是谁。晕过去的小敏被带到了一个不知是哪里的地方，手上也像江成慧一样被插上了输液管。她疯狂地击倒了管理员，跑进了一间房内。然而对这里熟悉无比的管理员还是找到了她，但就在两人打斗时，一个柜子将二人压在了下面。最终在狭小的空间内，小敏不小心的一下将管理员头部推在了钉子上。法院最终判小敏是正当防卫，而这一起连环的杀人案也宣布告破。小龟看完之后想要告诉大家，独自居住一定要小心自己的人身安全，多多选在有保障的住所，慎重选择偏僻的地方自己居住。最后你们来告诉我，买床你会买有空隙的床吗？